位朋友，我在评论这些国际政治事件的时候，我通常老说一句话，叫傻娘们当家，房倒无他啊！你看看这些现在的这些白左的女政客，欧盟的那些傻娘们们，是吧？你就知道了，它不仅是在这种管理一个国家方面啊，这种傻娘们儿简直是祸国殃民。其实管理一个小家庭也是同样的道理。今天咱们就来说说啊，中国有一个拳击冠军叫邹市明，邹市明有一个奇葩老婆叫冉莹莹，凭实力啊，在几年间亏光了邹市明大权积攒下的2亿人民币呀。真是啊，家有贤妻，说夫不遭横祸，邹市明那肯定是这个横祸上身了。而现在呢，中国的网友又发现了，这个冉莹莹呢，在中国的一档综艺节目中要跟他的老婆，要跟他的这个老公啊，叫什么呀？叫这个财务上切割了。明明手握2个亿可以躺平一辈子，结果非要做生意，赔到房子卖光，几笔邹市明7年商业版图，发现赔成这样，冉莹莹还真的甩不了锅。拿过金腰带的奥运冠军，拥有所有人眼红的退休生活，走到这一步，不是打拳不行名气不够，而是冉莹莹本人太想当中国版贝嫂，要帮老公打造商业帝国。2017年，邹市明刚退役，就在寸土寸金的黄浦江边砸下2个半足球场大的拳馆，300万的吊灯，20万的跑步机，台场直接拉满。可谁能想到，7年后这成了亏光家底的无底洞。拳击本就是小众运动，一天租金就高达14万，年卡最高敢卖8万8，是市场价的整整5倍。7年下来只有1个月在赚钱。另外，夫妻俩还盲目跨界搞副业，一口气注册21家公司，做电竞、卖奶茶、开火锅店，一份炒饭标价100人6块，最后关门全部汇入债务黑洞。说白了，名气变现不是过家家，隔行如隔山，拿命换来的积蓄，真的经不起脑子一热的瞎折腾。创办的公司一共加起来有将近20家，这20家企业当中分布了青少年培训、赛事运营、经纪人运营、经纪人事务以及拳馆，甚至还有餐厅，甚至还有酒吧的演艺中心等等。到去年我结束这个业务，也就是我昆仑学堂学习一半的过程的时候，我的团队由300人变成了只有10几个人。到今年，目前我的团队仍然核心的大概就5、6个人。我的变化非常大，觉得我可能是一个在昆仑学堂里面是有典型性的一个例子吧。我们一开始创业是基于我们自己的一个愿景，我们希望我们在中国能够更好的去帮助到很多青少年，他们可能有压力，那么他们可以去施压，他们更加阳光、更加坚强。另外一方面，我们希望有更多的优秀的运动员代表中国人站在世界之端啊，在这个运动项目当中，我们依然看得到中国人的身影。这是一开始我们的出发，也算是自己的使命吧。因为我的爱人因为这个运动他得到了，所以他想回馈于给更多人，让他们都去拥有这是我们当时出发点。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也给自己立了目标，希望能够做成中国版本的体育界的 CAA， 真正的做大做强。但是后来发现开了那么多公司，在管理的流程上，在创业的科学的体系问题上，在每个细节的把控上，包括在很多商业模型的完整的一个测试和运转上，其实我们是有很多的不足。所以后来我们上了昆仑学堂的课之后，痛定思痛，我们就决定把他们都砍掉。这个决定带给我直接的影响就是，原来我们在前期铺那么大的时候，我的时间真的是非常忙，以至于我没有时间去陪伴我的孩子，也没有时间聆听我的合伙人他的心声，甚至我们会有很多争吵，有很多分歧。现在我发现我可以静下心来，然后陪伴孩子的时间也更多了，真正的去聆听自己的合伙人、自己的合作伙伴他们在怎么想，而我所得到这一切，你们这真是一个梦想实现，多么对啊，都存在了我23年的体育生涯的梦想。23年啊？对。哟，所以反正你妈一直跟着你的，你在哪，你妈跟着你，对吧？对，从学校号生下来都是，基本上都是她在带。因为最近我们太忙了，我们几乎每天睡2个到3个小时。天哪！夫妻俩一起创业也好也不好，对啊，是吧？经常会因为工作事吵架。对，我觉得你说，当然2个人需要不停的有新的连接，但是这连接太紧密也是个事儿。就是给对方说，我们每天都那么忙，要不我们每天就留2个小时谈恋爱吧，就平
那2个小时就还要记得我？怎么可能呢？说啊，咱俩现在一在一起开始谈恋爱，后来说着说着又说到工作了，他说不要说工作，不要说工作，没法弄，没法弄。在奥运会之前，然后我们每天渴望的就是能不用打电话，然后能面对面的交流。现在每天都面对面的交流，但是每天谈都是工作。来姐，往这走，来姐谁？好，开车吧。南总。枕头下的童话书，死罪收藏的幸福。少年的我想倾诉什么感触？卜算子送鲍浩然之浙东。水是眼波横，山是眉峰聚。欲问行人去哪边？眉眼盈盈处。才是送春归，又送君归去。若是江南赶上春，千万何春住。Hello， 宝贝们，我是一个非常疯狂的高跟鞋爱好者，所以在我的柜子里有非常多的我喜欢的高跟鞋。今天给大家展示一下我打下的江山。这个品牌呢叫做 Match， 它是乌克兰的一个小众设计师的品牌。它的鞋子呢，一般我们要提前半年订。它是现在所有的就是好莱坞的演员啊都非常喜欢的牌子，这是我很喜欢的品牌产品。就是你穿起来，它是整个在你脚踝上的。心头爱的 Top 3，你会选哪3双 ？Top 3，我会选这个，我很喜欢，它也是那个绑带型的，就是我把这个绑在脚踝上穿的。这个也是一个很棒的品牌 RC， 它还有另外一款，这把你看它鞋底精致吗？就美到了细节上，秀场的。这个是第2名，第3名的话，这双鞋子大概跟了我有7、8年了。它有给麦当娜啊，就很多知名的歌手，就是看 Super Bowl 不是那个中间唱歌，他们都穿那个大靴吗？都是他做，他是来自中东的一个设计师，然后他这些全部都是他自己手工做的。我比较喜欢就是还是有点造型感，不喜欢太简单的。我太多鞋类，我看见介绍不完了。姐，这双是什么？可以给我说一下？不要，不用展示太多，展示一双就对，这一双就够。锵！哇，长颈鹿。这个是一双比较奇葩的鞋了。后面这个包裹是一个靴子，然后前面这里就是镂空的一个跟。天哪，这真的有机会穿到吗？穿了呀，我穿过了。安生，你还记得我穿这双鞋吗？好重啊！好，你跟哥哥们一起去吧。这是我认为最有挑战度的一双鞋，这个也是 Roberto Cavalli， 也是我在拉斯维加斯买的。然后呢，它就通体全是这种多面切割的亮钻，而且全球限量的，就是也是 Roberto Cavalli。这个鞋也跟了我7年了。它的难度在哪？它的难度就是你穿上它，你的脚是90度，这个脚平的，然后直接这样上来。然后我们一般的跟鞋它是这样子下来的，对不对？可是这个是完全你的脚是立在上面的，过山车。对。我有一段时间就是几乎每天穿高跟鞋，穿到后面我的脚都有点变形了，就现在开始每天都穿小鞋。很喜欢买高跟鞋，我必买的东西，高跟鞋、内衣，就我可以不买外面穿的衣服，但是我到一个商场就逛高跟鞋的部分和内衣的部分，其他我都不太逛。Hello， 亲爱的宝贝们，我看到你们给我留言都说我的衣服很浮夸，我觉得好像也有点。那不浮夸谁穿它呢？对不对？穿的就是一种感觉。我的性格就是我喜欢光鲜亮丽穿在身上。所以今天呢，带大家来看看我的衣柜，我喜欢的衣服。这边呢就是我一些西服，有这样颜色比较素雅的，但是就算是这样素雅的，我也是带点花边啊，带钻的纽扣啊，必须要彰显一下我们女性的美，不能就是一马黑哈，就是特别莹莹的这样的。这个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个品牌 Match， 然后他们家的衣服都是颜色非常鲜艳，然后 bling bling， 还有就是纯色调的
但袖子上大家看也会有一定的这个处理，有点公主风。这个衬衫呢是我的一个设计师朋友送给我的生日礼物，他镶嵌了一些羽毛和亮钻到上面，然后还有蝴蝶结，我还一次都没有穿过，因为都是还没有走到场合穿。衣柜里就有那么多你觉得浮夸衣服，如果要选 top 3，给大家秀一秀。我比较喜欢。然后手上现在拿的是我非常爱的一款裙子，这是我去年生日的时候我穿的。然后衣服因为我实在是太喜欢它了，我根据它的这个样变程度的不同，收藏了一些就是非常相似的一些款式。因为我总觉得我们女人不可以80岁才穿自己30岁想穿的裙子，所以不要错过在自己能穿的时候，该美的时候要尽可能的美下去。哎，对了姐，等一下，这件衣服是什么衣服？接下来明哥跟莹姐的收入将分为2个公司分别核算，因为本身你们有工作室嘛，我觉得这样子对，然后我们算买卖了啊？没有，这个其实这种才是正常的，才是应该的，因为本身你们2位都是有自己的工作室的，有自己公司的。其实我们一直是认为，从24年我们其实就开始有这个想法，但是一直从去年我们才开始正式对接这个事儿。那么在年前我们也最终决定了。接下来2位的收入将分别进入各自的公司，然后分别核算。不给我机会抱大腿了啊？不，我这么想的，就是我们刚不是提到了吗？就是银行不是今年已经稳定了嘛，就利息不会像以前那么多了。那我们今年可以就是，虽然是就是各自的公司，但我们可以成立一个，比如说我们俩之间的小基金，比如家里的开销、孩子的学费啥的，其他多余的钱我们就还朋友啊。就是你还你的朋友，我还我的朋友。那你今天晚上还会跟他喝酒吗？早就没事了，过都过了。我很高兴，其实内心很高兴，只是我故意表现的很不高兴。哇，就是今天早上就吃个苍蝇，你知道吗？真好吃。对吧？这咱买的180。又要我陪伴你，要我给你情绪价值。你还让我做自己，又不能既要又要还要吧，对吧？那我就觉得这个先不惯他了。你26年有什么特别想做的事情吗？有吗？啊？有吗？好。啊？祝贺你。祝贺我。好，拜拜。看完了这段资料，您就大概明白了啊，说这个冉莹颖是怎么赔光这2个多亿的。那大体呢，给大家简单的来算一下吧。这个他们投资了上海高端的拳击馆，亏损金额约 1.6 亿元。核心的原因就是年租金5000万，定价过高，客流稀少啊，这是拍脑袋的典型的傻娘们的思维。而且呢 P2P 高风险理财暴雷，亏损了8000万元。为了这个填补这个拳馆窟窿，投高息理财行业暴雷，8000万元亏没了。又投网红奶茶5000万元，是跟风，自己没有经验，仅18个月亏光5000万元。又玩虚拟货币投机炒作，然后呢赔了4000万元，大概是玩这个合约赔的啊。又自己开私房火锅，人均定价335元这相当于高端海鲜自助餐的价格了啊，这个又赔了数千万元。然后呢又搞电竞直播，对吧？那个王思聪都赔光了，他投了2000万元搞电竞直播也赔光了，凭实力赔光了2-3个亿。那有人就给邹市明总结了，现在呢小仙女们纷纷谴责她这个丈夫邹市明那个没有负起一个丈夫的责任来。那人家
有的这个网友一针见血地指出，几亿身家的拳王邹市明退役后只想窝在家里边打打游戏，打了20-30年拳也该退休了吧？那几亿身家光银行利息得有400多万，过得舒舒服服的。但是呢，奇葩老婆怨他不上进，让他开拳馆开餐馆，现在亏光了，又怨邹市明只能窝在家里边打游戏。当然啊，也有不同的意见，因为中国的很多小仙女儿就出来为冉莹莹啊撑腰，说你骂他败光了邹市明的2亿，可那2亿是他挣的呀。他们的理由是什么呢？他们的理由是说，这个邹市明啊，他那个2个亿啊，不是因为他拿了奥运金牌，而是打了一辈子拳，2届奥运会赛后的奖金加起来也就1000多万，也就是一套房子的价格。真正让他从奥运冠军变成有钱人的是综艺，是代言，而这些全是冉莹莹操盘的。哎，不，你等会儿，这个小红书上啊，小红书上的小仙女说的有道理吗？问题是冉莹莹只是做了邹市明的一个经纪人呐，那些代言综艺是看着邹市明的冠军的光环找过来的呀。你随便让个能喘气儿的，他也能干这些事儿啊。所以说目前啊，就是男的都在为邹市明这个不值，这傻娘们嘛，把这个身家交给傻娘们，现在落了这么一下场。那些打拳的小仙女儿啊，都在说冉莹莹没毛病，这些钱是人她挣的。各位，你们对这个事儿怎么看啊？点个订阅，咱们下集再聊。